他是清朝最后一任皇帝的七皇叔，既当过清朝的大将军，也做过解放军炮兵司令部的顾问。周总理对他牵肠挂肚，毛主席也曾戏称他为弼马温。甚至当他晚年摆地摊的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后，伟人更是下令好生照顾他。那么这位王爷究竟是谁？毛主席又为何会给予他特殊待遇呢？这位王爷是溥仪的七皇叔爱新觉罗载涛，而他的传奇人生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。1890年，这时的载涛才3岁，便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光绪帝册封为2等镇国将军，后来还当了辅国公，在朝堂上可谓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然而清王朝的覆灭让这些皇室子弟从天皇贵胄变成了平头百姓，为了维持生计，载涛只能驱散家中仆人，甚至将他的贝勒府都变卖给了辅仁大学。可即便如此，载涛的日子却依旧过得很是拮据。迫于无奈下，载涛只能举家搬到京郊小汤山先祖的墓地附近居住。而此时的溥仪已经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做了伪满洲国皇帝。溥仪上位后，自然没有忘记他这位七皇叔曾多次派人请载涛去他那儿任职，却都被载涛毫不留情地拒绝了。有一次，载涛家里半点米粮都没有，饿得奄奄一息之时，建立伪满洲国的幕后人物土肥原贤二上门拜访。土肥原贤二在中国潜伏了近30年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上到皇亲贵胄，他对人性的拿捏有着自己的判断。在他的认知中，载涛应该会和溥仪等人是一样的，舍弃不了昔日的辉煌，只要以功名利禄诱导，绝对能让他心甘情愿和自己去伪满洲国任职。然而面对土肥原的一番说辞，载涛只能面带微笑，一副细心倾听的模样。等土肥原说的口干舌燥时，他才慢悠悠地回复道：我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受不得颠簸，还请你另请高明吧。土肥原贤二只觉得自己被耍了，当场就把枪抵在载涛的额头上，威胁道：不答应我就一枪毙了你。可即便如此，载涛依旧语气坚定地回复道：我是不会做汉奸的，你要开枪就快点，这里是我家祖坟，刚好可以下去陪先祖。土肥原本就只是想吓唬一下载涛，见他软硬不吃，土肥原只能灰溜溜地收枪走人。土肥原是放弃了，但伪满洲的其他人却还没有放弃。土肥原被载涛吓得抱头鼠窜后没几天，载涛的昔日老友王吉堂上门求见。王吉堂当时是出了名的大汉奸，此次他来面见老友，直接抛出了伪华北政府北平市市长这一职务。载涛见状后也不给旧友面子，拿起扫把就把人往外赶。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，绝不能当日寇的走狗。经此一事，载涛的民族大义也传扬开来，各界人士纷纷赞扬他是清朝皇室中最有骨气的人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很多摇摆不定的爱新觉罗族人也定下心神，拒绝投靠日本人。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，载涛依然难逃快要饿死的困境。无奈之下，他就挑了家里的破烂拿到大街上去叫卖。饿死的骆驼终究比马大，虽然载涛觉得那些已经是破烂了，但他毕竟以前是清朝王爷，王爷摆摊的事一传出去，无数人纷纷慕名而来，有识货的一看，里面还真有不少好东西。就这样，载涛的生活也勉强维持了下来。建国后的一次宴会上，周总理偶然听说有这么一位饿死不当汉奸的清朝王爷，也十分感叹。他当即决定特别邀请载涛作为满族代表参加全国政协1届2次会议。会议结束后，周总理拉着载涛的手诚恳地说：怪我有大汉族主义，竟把您这位满族代表给忘记了。由封建社会走出的载涛没有想到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会如此没架子，他被感动得满脸热泪，也更加坚定地要好好为新中国建设尽心竭力。因此，当周总理问他对新中国建设有何提议时，载涛爽朗地笑道：我这人啊，也就会养马了，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帮忙改良军马以军用。1950年8月10号，
当这封提案出现在毛主席办公桌上后，伟人看到就在文件上亲笔回复。那么伟人究竟给出了什么样的意见，竟让在涛时时感叹知我者毛主席也。原来的清朝王爷现在竟当了弼马温，在涛却对这个称呼接受良好，或者说这是他自己争取来的。毛主席看到在涛交来的改良军马以利军用议案后，对在涛一心报国的精神大为赞赏。既然在涛爱马也懂马，那就让他当炮兵马政局顾问吧。调令下来的那一刻，在涛感动得热泪盈眶。知我者毛主席也啊！此时的在涛已年近70，但他坚持亲力亲为，选马、驯马、做调研、写报告。在涛忙得几乎全年无休，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只觉得自己终于成为人民的一份子。抗美援朝爆发后，在涛训练的军马终于派上用场。他接到命令，要向前线输送25000匹军马，以解决后勤补给、运输问题。在涛不敢耽搁，他立即带人从内蒙古、新疆等地点选购最合适的马匹送到前线。他们送去的军马大大减轻前线的负担，为战役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在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溥仪做改造。当得知在涛已经与溥仪断交后，毛主席告诉他，听说溥仪学习的不错，你可以去看看他。因为溥仪是战犯的原因，在涛一直不敢与他往来。如今有了毛主席的许可，他急忙跑去战犯管理所探望侄子。溥仪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探亲，当他见到在涛的那一刻，他一下子呆愣在原地，随后飞奔过去抱住在涛，嘴里不住地喊着七叔。在涛将新中国的政策对侄子一一介绍，临走时他还不忘交代溥仪一定要好好改造，早日与亲人团聚。溥仪连声答应。晚年的在涛为晚清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，在他的口述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段风云动荡的宫廷秘史，以及皇室中人复杂的心态。1970年9月2号，在涛因医治无效于北京去世。根据他的特殊贡献，周总理特批遗体火化后安置于八宝山革命公墓。